别介绍这个鱼哦，这个叫红皮刀，好吃吗？Мы начинаем движение вперед. 这艘船要1亿5千万，我们要很有钱才可以捕鱼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们在经营场景，对。在苏澳的最南端，藏着一个曾经让台湾称霸世界的奇迹渔港。南方澳不只有挤满港口的巨型渔船，还藏着好多让外国人惊掉下巴的秘密。而今天的主角是来自俄罗斯的莲拉，我们将跟着南方澳最强在地向导，深入探险这座大航海移民村，开箱最新鲜的海味料理。为什么都长得太漂亮？是不是？对啊，是不是很漂亮？超美的。我第一次看见了那么漂亮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Всем привет, меня зовут Лера, я из России. 大家好，我叫莲了，这是中文的名字。我来台湾读书，在这边大概2年，这是我第一次我来到苏澳。我第一次的感觉就是我还没看见了那么漂亮的地方。我叫莲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是优柔安。玉兰，呀，你好。我觉得我们在经营场景，对。你看它右手边那边是太平洋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要带你来看看南方澳。我是奥滋卫走读小队的小队长，因为我从小在苏澳长大，然后在外地工作很久。后来疫情的关系，我们搬回来了苏澳上班，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南方澳不只是漂亮，不只是吃海鲜，不只是拜妈祖，它还有更多文化内涵的地方。那以一个外国的朋友来讲，我觉得很重要是第一个，你一定要让他看到南方澳的美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先带他到观景台？另外一部分，因为它制高点，所以呢，你可以从上面很容易的讲出南方澳第一、第二、第3渔港。今天的莲他看到的这个观景台，哇，他跟我说就像天堂，有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的，让他第一眼爱上这个地方。那个是鱼市场，很多人可能就在那一条街上，他们叫做海产街啊，他们的海产街那边吃海鲜。我真的等这个时间。对，待会我们会在那边逛。你看看这个是渔船对吗？对，就是渔船正要进港，所以南方澳它有一个很特别，它是一个活的渔港。它虽然在1923年它就已经日本人建的第一渔港，过了102年的，它还是有渔船在运作，所以它是一个活的渔港。平常的话，在南方澳的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渔船，或者以前可能满满的都是船长。那现在可能就是只有一半在捕鱼。南方澳呢，它很特别，它有3个渔港。有什么区别？太平洋这边呢有一条黑潮，所以这边有很多的渔获。日本人把技术带进来之后，这边就很多人。你看到这么小2平方公里，在50、60年代的时候，你要不要猜猜看有多少人？1万多吗？这里住了3万个人。3万个人？好，你要想这么小的地方住了3万个人，因为所有的人都来这边捕鱼了。那因为这样的关系，你看这边的船就不够了嘛，光复之后就开了这个第2渔港，那后来呢才又开了第3渔港。我们等一下会去到第3渔港，可以直接看到渔船长什么样子，蛮特别的。我真的想要看看渔民的生活，看到了比较长的渔网。我觉得南方澳最漂亮的风景，其实这是其中一块啊。你看这个就是渔网对，所以渔网渔网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在捕船的过程中，渔网有时候会破掉所以他们就会把它们去做修补。他们是用手工很大一张网，你看这一张网就是在海里面抓鱼的。第3渔港大部分是像这样子的三角湖，他们是抓青鱼。那他们出去的是比较远洋一点点的，可能出去1个礼拜，然后再回来。所以1个礼拜会，他们要看渔获量。你知道南方澳是青鱼的故乡吗？有90%的青鱼是从这边出去的。这是俄罗斯人，这是俄罗斯美女，叫莲。她想要跟当地人有一些互动，所以就想说来问你。这样一件1000万，1000万呢？1000万这个渔网很贵。一组有3艘嘛，所以这个我们台湾话叫沙卡号沙卡号。如果以新的造价，大概要1亿5千万。哇，这艘船要1亿5千万，我们要很有钱才可以捕鱼，对不对？船上那个集鱼灯，鱼有趋光性，它看到灯它会聚过来。晚上在作业的时候，鱼就会看到灯光，它会聚过来，然后再把它围起来，再把它捞起来。明白了，了解。你觉得现在年轻人想要继续捞鱼，或者为什么？看得到都外劳。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因为老一辈的话，他以前科技没有那么进步的时候，以前捕鱼是很辛苦的，很危险，所以老一辈的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不要再做。你看到的这些都是南方澳渔民的生活
日常。我们还很幸运的刚好遇到了在地的舅舅，带我们上了三角湖的船。我也是第一次进到了船长室，他邀请我们来他的船。很难忘记的经验。进来的时候就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海盗。Подняться на борт, поднять паруса, якорь, убираем, мы начинаем движение вперед. 欢迎你们来我的宿舍。哇哦，来。因为一般人他不能进来这边。对呀，这个只有船长在这边。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进船里面的时候，我就是 shock， 因为他们的房子比较小，他们的船也比较小。我们还开玩笑，这个是跟我宿舍的房子一样。谢谢老板，这是很难记的经验，谢谢。不会，谢谢，谢谢阿姑，谢谢阿姑，谢谢阿姑，舅舅。uncle 呀，其实对渔民来讲，妈祖就是他们很重要的信仰。妈祖就是海神，因为静安宫有一尊珊瑚妈祖。很多人不知道说，其实南方澳它曾经是一个珊瑚的很重要的产地，所以我们特别到了静安宫，想要把南方澳的妈祖文化，把南方澳的珊瑚产业介绍给外国的朋友知道。南方澳渔民最重要的信仰，刚刚船长有说，出去捕鱼风险非常大，对，所以他们需要有心灵的寄托，那妈祖就非常重要。所以我想带你去认识一下。我以前都不知道南方澳跟珊瑚有特别的深关系。我之前去过，比如说澎湖那里也有好多妈祖，但是珊瑚和金丝的妈祖我第一次看见了。现在来到这个静安宫，它供奉的就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尊珊瑚妈祖。为什么珊瑚妈祖？全世界产珊瑚的比较重大的一些国家是意大利、日本、台湾，它是用海底的宝石。放置宝石，它必须在海底生长4000多年才有办法长到那么大。妈祖很爱漂亮，你有没有她的化妆品？是 Chanel。发现了。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就走到了第一渔港，现在还停有了很多的渔船，大大小小都有，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渔港的生命力。然后我们再走到了第一拍卖鱼市场，就是现在南方澳人在渔获的一个日常。中文字3个鱼写在一起是什么字吗？是新鲜的鲜所以它代表它非常 fresh。3个鱼叫什么？叫做新鲜的鲜。新鲜的鲜。对，新鲜的鲜。好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进去可以看到各种鱼类，你可以看到哇很大颗的眼睛，你可以看到活生生的鱼，你可以看到鬼头刀。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眼睛吗？对，眼睛那么大的，这么大颗的眼睛，为什么那么大的？老板，这是什么鱼的眼睛？旗鱼的，旗鱼。我们一进厨，我就闻到特别的味道。对，这里就是真的喜欢。对，然后你喜欢这个鱼味。对，一进出来的时候，海水的味道，我真的喜欢这个味道，因为我小的时候，我奶奶在这样的市场工作，她每次回来的时候，我也感到这个味道，对我来说这个是特别的。然后我第一次看到好多种头鱼。比如说，我第一次看到了鬼头刀，然后那里还有很大的眼睛的鱼。我首先害怕它们，但是没关系。你敢吃生鱼片吗？好像他们刚刚切的，对，然后可以吃吗？对，可以，就是给你试吃的。对，这个奶鱼，这个是尾鱼，好吃吗？真的。有没有觉得？我看见了他们刚刚切了，所以我真的舒服，没有特别的鱼的味道，因为够新鲜。对，因为鱼就是你如果不新鲜，它会有腥味。对啊。我今天特别介绍这个鱼哦，这个鱼很特别哦，它叫红皮刀。它这个鱼呢，你如果骨头拿去打，对，它会像龙虾的味道，它有甲壳类的味道所以这个是在南方很特别的鱼，其他地方比较少看到。对。这个叫红皮刀，哇！你看他的眼睛有没有很鼓动？眼睛我很不敢看他的眼睛。拿那个红色的鱼就觉得害怕，但是这也是第一次。我真的喜欢吃鱼，但是我自己从西伯利亚来了，那边没办法买比较便宜的鱼。平常的话我们吃肉，所以我来台湾的时候，我每天都要吃鱼。所以我这次来南方澳觉得很高兴，有这
样的机会吃鱼，而且吃新鲜的鱼。我想要带你去里面 OK， 有渔船会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在这边卸货。那卸货之后，你就会看到他们是这样子的。哇，好，你看他就现场处理，就是他们刚刚叫我抓上来的。对，不用害怕这个鱼不香。对，因为它就是刚刚才从渔船捞上来的。这个在台语叫做很牢啊，很挠啊。你知道鱼怎么分它新不新鲜吗？不知道。第一个看眼睛，你看它眼睛是不是很透亮？第二个你要去摸看看它的鱼是不是有弹性。对，比较新鲜的鱼你会摸起来它是有弹性的。对，今天有学到知识了哈。我的梦想是看见渔民的生活，这里的渔民很努力。我觉得今天非常非常幸运哈，还遇到了万上新定制渔场下来卸货，你会看到非常大的旗鱼，你也会看到非常大的鬼头刀。哇，好多鱼有没有？很大的鱼啊，很大啊，这个这个就很大的鱼了，对不对？鱼，哇，这个就是用定制渔场抓的鱼。我第一次看见了那很大的鱼鳍，我之前只在电影上看见了，再次我们看见了渔民的生活，他们的速度很快，难得的经验。对，难得的经验。你很少可以看到这么大的这一条鱼24公斤。我们刚外面看到的那些鱼啊，就是用定制渔场抓的鱼，它是鱼自己游进来的，因为网子的关系，它小就会游走，它只有大只的鱼会留下来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友善的渔法。这个渔法抓的鱼都非常的新鲜，前一刻还在海里面，然后下一刻它就把它抓起来，然后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。我特别介绍了定制渔网的武器，游客他可能只有2-3个人，他其实不太适合吃这么大的河菜，我就会推荐他去吃武清这家餐厅。它的鱼是用定制渔网去抓的，它就是在海的外海，它是一个固定的渔网，它是回流鱼，流进去的才是你今天的鱼。它很有可能早上还在渔网里面，晚上就出现在餐桌上，所以它非常的新鲜。大家可以从产地到餐桌非常短的一个距离吃到最新鲜的鱼货。第一个，它的鱼汤非常的新鲜，我们刚刚说了嘛，它是自己游进来的，对不对？你并不知道什么鱼会游进来，所以这家店就是季节的鲜鱼，这个时间有什么鱼，它就会卖什么鱼汤。每天都不知道你将吃什么。对，我真的喜欢这个方式。我现在很平常的话，你们从会先喝鱼汤还是？对，来到渔港绝对不能够饿。今天的鱼是鬼头刀，今天我们刚刚在海产街、在鱼市场，我们都有看到那个鬼头刀。用筷子吃鱼还没有这样的经验的，所以你以前吃鱼都是用鱼排，就是像是这样 plate 这样子，好吃吗？天哪！这就是产地的味道。平常的话，鱼汤有比较大的味道，鱼味道，鱼的味道。对，但是这个好像鸡肉一样的。然后我还觉得这些的东西都是特别健康，只有鱼，对，另外一个都没有。它一定要鱼够新鲜，它才可以这样煮，因为它鱼的味道非常的好，所以它只要用水、用米酒，然后简单的调味，然后就会非常的好吃。我试试猜这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个是鱼内脏吗？你很聪明哎，真的。你来这边，你非常幸运，因为这一道呢其实是季节限定，也是产地限定。好，因为现在是黑尾鱼的季节，所以这个是黑尾鱼肚。黑尾，对 ，OK， try， 很特别。1、2、3，怎么样？特别的。我首先觉得，海怎么可以吃？这是内脏。那我试试那个味道是比较甜的，所以我真的喜欢。传统以前就有所谓的全鱼利用这个概念，就你一般只会吃鱼肉，可是，在南方澳呢，妈妈流传下来的，她就是会把这些鱼的内脏啦，鱼的鱼鳍啦、鱼标啦、鱼卵这些，我们会变成鱼杂，然后就变成这样子的。这个真的也只有在南方澳你才吃得到这样子的料理。哇！我们在武清吃到的黑尾鱼肚，它很难做，一般你的别的餐厅也吃不到，你不是这个时间点来也吃不到。其实南方有很多的唯一，有很多的季节限定，随时来都会感受到不一样的南方澳风情。连今天觉得来南方澳怎么样？今天的内容我觉得真的丰富，我学完了好多生词。
谢谢你的介绍，吃特别的鱼，然后自己看见渔民的生活，然后我今天第一次当为那个船长，对呀，我们运气非常好，对，真的高兴，谢谢你的介绍，谢谢你来到南方澳。南方澳它真的很有故事性，我们不同的走读老师都有不同的路线，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没有提到，所以每次来你都会有惊喜，你只要来一次你就会爱上，你会一直来。这里的人们、渔民，每个地方都特别有意思。我之前都不知道南方澳有很长时间的历史，我觉得这是很难忘记的经验。我来台北或者来俄罗斯的时候，一定要给我的朋友介绍，他们来台湾的时候，比如说一定要来苏澳看看这么漂亮的、这么有意思的地方。В этом отеле обалденный шведский стол, то есть я никогда такого не видела. Конечно, я сначала подумала, наверное, будет что-то очень локальное, к примеру, рыба, супы. Я обнаружила, что здесь можно также съесть то, что уже привык, к примеру, яичница, салат. Но самое необычное, что я здесь обнаружила, это какой-то черный пирог. Это пастуший пирог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, кажется, кальмара. Ой, какой он вкусный был. Я бы его еще ела и ела. Вот, так что, если вы приедете в Суау, пожалуйста, заходите в этот прекрасный отель и пробуйте все, что попадется на глаза. Вы не пожалеете. 我觉得烟波的早餐很特别，因为它用了很多的在地食材。好，因为我是苏澳在德里纳，所以我看到一个饭店会用这么多在地食材，还蛮惊艳的。里面有像金枣啊，它飞鱼还可以做沙拉，然后它还有一道是鬼头刀。我觉得这些在地食材可以入菜，非常厉害。烟波早午餐我们在地人也都很推，所以非常推荐来苏澳玩的朋友可以来烟波享受非常棒的早午餐。